大家好，我是石英。今天我们来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中国驻欧盟使团为建国70周年举办的这个中国日活动。然后我们现在所在地点呢是布鲁塞尔的 Schuman Roundabout， 就是舒曼广场。然后这边是欧盟非常核心的一个地带，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就是欧盟总部的大楼。 可见呢，就是这场活动有多么的有排面。那这次呢，非常荣幸收到了使团的邀请，来作为这个中国文化及汉服的推广员之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活动里边具体都有哪一些其他的东西吧。Hello. So can I just ask you, what has brought you? You're here at the EU-China Sports, part of a sports week. Actually, I flew all the way from Beijing just to attend the event. I was invited by the mission to China to the EU to come attend this event. These costumes are utterly beautiful. Thank you. People don't wear them on a day-to-day basis, I imagine. No, actually, but we're trying to bring the culture back. You know, like in Japan, they have kimono, and actually people wear it to special events.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China as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看这边有2个我们的吉祥物大熊猫，然后这边就是入口处了。虽然活动才刚刚开始，不到半小时，但是已经挤满了人。这边是一个剪纸的展台，然后你看就是这边有一个老师在教大家剪中国的这种灯笼，非常的有趣。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书法展台，还有一个简单的餐饮区，这边有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小吃，比如说这个麻团啊、春卷啊。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酒吧，因为他们调的是鸡尾酒，但是用的是我们中国的茅台酒。还有广受欢迎的珍珠奶茶。 在这边有一个绿幕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汉服小展台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3套，这套棉花糖，然后铜碗还有补服，就是我这次带来的展品。然后除此以外呢，桌子上呢也摆放了我自己收藏的一些配饰啊、首饰啊之类的。 刚好赶上，还有2分钟就开始了这个光影秀。那这边就是我这次的这个小展台，然后是我们比利时汉服协会会长，然后一起帮忙 set up 的。然后今天呢，其实我想主要采访比利时的当地人，然后其他国家的在这边，他们对汉服又有哪一些看法呢？好，那我们就等待他们的光临吧。 So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ke this interview.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Ethan. 我叫明熙 Josephine. Aiden. 我叫美瑞。 It's very different
in comparison with Belgium, but this difference makes it very exciting, pushes you to discover this difference. 因为国内变化太大了，哎呀，我回去以后就感到不适应了。大城市都很现代化，程度都很高了，我觉得都超过这儿了，都超过我们这儿了。我们这儿就感觉好像一直原地踏步，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我就要回到乡下了。Very visible. Very visible. Yeah, it's very visible. In any part of Belgium or any part of Europe, there is Chinatown. Of course, yeah. So it's visible. We are about to go to his scouting, and we saw already some people wearing that, and that made us so attracted to come here. Oh, okay. And that's he was so great. interested. Great, great. From Asian countries, I think that last days Japan has more influence on Belgian people. We can see China in more small things in our daily life. We can see that China is present everywhere. 中国的影响力可太大了，太大了。原来过年的时候这里悄无声息的，根本不懂什么中国年呀、什么。现在啊这几年变化大的，就我们就觉得特别自豪。为什么？每年过年这里的市政厅啊也参与活动，外国人都参与活动。我觉得可能有小圈子会有。中国人对这个比利时人可能对这个中国的文化实在是有一些兴趣，但是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像爱好而已，不是说那么深入，除非是去练气功或者一些那个鞋汉子。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中国的那个文化不管是在比利时，在欧洲整体来讲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我是从很年轻的时候爱上，所以我可能更关注一些，但大部分人没有。No. No? Okay, quick update for you. So what I'm wearing today is actually from the M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17th century in China. So what's your impression of Hanfu now that you've seen me and these models wear it? It's very beautiful. It's colorful. It's light. It's art. Fashion is art, but this art is more like a museum. 我了解一点点，因为我一个一起活动的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呢就专门推广这个汉服。我还想将来有机会我也弄一套汉服，将来聚会啊，朋友比如说喝茶呀什么的时候穿上。年纪这么大，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穿上自己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的服装，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你们有这样的推广。简直太好了 Because I loved watching documentary films and Chinese serie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movies. So I know a bit about that. You have your originality. And that is very nice. 你问我这个问题，的确从一个外来的人来讲，我真不知道。我就觉得汉服是。应该就是中国很传统的一个服装，然后我也喜欢看一些连续剧，是穿这些那个古装的，然后就那个时候肯定会看一些汉服，但汉服什么时候穿，什么场合，我也不是很清楚。其实汉服的话呢，跟古装还是有一点点差别，因为古装呢是以是为了拍戏好看，所以会改动；汉服呢是有历史依据的，是从我们的文物里面考据过来的，所以是真的古代传统，可以这样讲。我本来的确把那个古装和汉服可能混在一起。我一看，应该古装跟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应该稍微高级一点。就看他那个做的真的很精致的。这次我们的汉服小展台非常成功，除了我自己以外，当地汉服社的小姐姐们也都穿着汉服来到了现场。许多路人都表示被他们身上的汉服服装吸引过来。从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活动结束，一直人流不断，还一度被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不少人来问我展品卖不卖。除此以外，今天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在现场开启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直播。现在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天的直播亮点吧。固定，我们协会的人员是特别不固定的，还有当地的华人跟外国人都挺支持这个汉服啊传统文化的，所以一直以来都办得很顺利。那你日常会穿出门吗？有的时候会穿一些很日常的一些衣服。然后当地人都怎么评价呢？当地人就很多时候路人在街上看到会说特别好看啊，然后想问我在哪买的，问我卖不卖。
我同学，我有一次穿到学校，我同学还想直接从我身上扒下来换。外国同学是吗？外国同学。看来大家真的很喜欢汉服哈。好，我们接下来去尝一下这个茅台鸡尾酒好了。请问您这边是免费可以试尝吗？没问题。来看一下帅气的调酒师。谢谢。哇，是一大杯，我怕我喝完了就没法直播了，怎么办？好，哔哩哔哩干杯，好吧，哔哩哔哩干杯。然后呢？你要都喝了吗？我没办法都喝好吗？来，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挺好的。你觉得浓吗？不浓啊。不浓。不浓啊。但茅台的味道很重。那肯定啊，不然怎么叫茅台？那你们扮熊猫就是志愿者对吗？对对对。其实蛮辛苦的哦，要站在这边几个小时啊。是在里面挺闷热的。对对对，还有今天蛮有意义的，我觉得。对啊对啊。合照，挺好。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在一起合影啊。谢谢。很激动。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没有。你今年几岁了7岁。7岁，你是在比利时出生的吗？哇，那你中文说的这么好，是你妈妈教你的吗？在电脑上面学的。在电脑上面学的，我的天哪！你都上哪些网站啊？不知道。好，没关系。那你好好学中文，好好学习哦。你知道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吗？这个叫汉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非常的好看，也有男生的版本。你上网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哦。好的，谢谢小朋友。除了各种展台以外，这次的活动还穿插了很多表演。墨韵教主的精彩演出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他上传的视频。大部分表演其实都是当地志愿者自己参与的，其中包括很多喜爱中国文化的比利时本地人，他们很多都参加了例如太极社和舞龙舞狮社，舞的那叫一个卖力。Hi everyon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Daria. Daria. Yes. Did you grow up in Belgium? Yes. Okay, so you're from Brussels. Yes. So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because I saw that you participated in a lot of the events, yes, including Tai Chi. Yeah. When did you start to like Chinese culture? I started to learn Chinese 2 years ago. So I started to get interested in every type of the culture, so the tradition and the music, the sports. So I started Tai Chi 1 year ago. Do you want to say hi to everyone in Chinese? 大家好，我叫戴雅，认识你我很高兴。So last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Hanfu? I know that this is Hanfu, but I don't have any idea of why they were dressed like this. But I think it's really beautiful and I would love to wear something like thi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interview. Thank you. 请问您是活动的主办方对吗？对，我们也是策划方，所有的内容都是我们策划的。就是其实我想就是问一下您，就是这场活动幕后的一些事情啊，就比如说策划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然后策划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我们策划差不多有好几个月了，然后最困难的是因为国外的技术条件不像中国的技术条件会那么好，我们几乎团队7天没有好好睡觉。因为这场活动其实是在庆祝我们国庆70周年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做的一个公共外交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是欧盟总部的最中心、最心脏的位置，在我们对面就是欧委会大楼，在我们背后就是欧洲部长理事会的大楼。所以说，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位置是欧洲最中心、所有权力机构的这个总部。所以说，意义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幸能和大家一起分享，都非常高兴。其实这次的活动在多个层次上都意义非凡，因为它代表着许多第一次。这是使团第一次在欧盟中心地带举办这种规模的外交活动，也是第一次邀请自媒体，也就是我们和墨韵来参加活动，更是第一次在海外活动上通过 UP 主开启面向国内的直播。而我呢，大概也是 B 站第一位能够采访到副部级人物的 UP 主吧。
我们现在正等着要去采访张大使，他是这个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大使。然后可以看到人气非常高啊，被层层媒体包围，所以我们要排一下队。张大使你好，这次是来做这个网络直播，给我们大大的宣传了一下。新媒体，他也对 B 站是特别受现在当代年轻人欢迎的一个网络平台。对，然后我是在那边做自媒体的，然后我会做一些有关于中国文化还有我们传统服饰汉服的一些内容。然后想问张大使2个问题，那首先是您为什么想到要举办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马上就到我们的国庆节了嘛，今年是70大庆，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欧盟啊，在这个欧盟总部的所在地要举办这个欧洲的体育周，还邀请我们能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想两好合一好啊，这2个事情把它结合在一起，对于增进中国和欧洲人民之间的相互的了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前几天这个西班牙在中国举行的这个篮球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了冠军，中国人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这人心是相通的。我们搞这样的活动也是要使双方人民的心能够畅通起来。对，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的好。下午我直播给国内的年轻观众时候，他们都非常感兴趣。那您有什么想对国内的年轻人说的吗？中欧都是在历史上都是文明的发源地。过去70年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特别是通过4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逐渐的这个富起来、强起来，也离不开我们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和支持。欧洲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中欧之间的合作呢，可能它的一个基石呢，我们讲这个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双方人民之间的交往、相互的理解，是这样合作的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也想推动中欧双方的年轻人呢，能够多开展往来，通过旅游、体育、文化、艺术各种方式啊，来开展交流。这个特别是年轻一代，如果年轻一代相彼此之间呢，这个能够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交流，那么中欧合作的前景就会更加的持久。谢谢您，谢谢您。欢迎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多到欧洲来。好，没问题，多来欧洲玩哦。好，谢谢。好了，那么现在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然后我们回到了酒店，然后来总结性的说一下吧。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超出我的预期的，因为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大家看到它是在外面搭了2个帐篷，然后我就很担心说这个场地会不会不能够吸引到很多人来。虽然它位置很核心，但是当天就是因为天气特别不好，然后比利时非常的冷，而且又在下雨，受到影响。但实际上呢，这个活动非常的火爆，然后经常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是中午12点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然后就在这期间就是人流是没有断过的，然后甚至就是最火爆的时候，就那个帐篷里边都人多到就是你就是像挤地铁那样的人挤人的在走，这方面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也证明了就是说其实中国文化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个东西，所以有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都会来踊跃的参与，然后来想要了解就是这方面的东西。汉服这个小摊位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意义蛮重大的一个小摊位吧，我个人认为。因为其实就是在外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边呢，其实他们不了解汉服这个东西的，他们可能知道旗袍啊、舞龙舞狮啊，但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刻板的一些印象吧。但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像汉服之类的没有输出到国外的一些传统文化，但是也很值得大家来了解。作为一个 B 站 UP 主啊，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就是我可以靠着做视频，然后受到使团的邀请来参与这样的重要的外交活动。那么既然现在做到了呢，其实我未来是想要参与更多，带着更多像汉服一样的目前没有被输出到国外的这个中国文化，无论是这个传统文化也好，还是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很酷的东西，去展现给外国人看，然后告诉他们就是现在中国也很强大，然后我们无论是传统文化也好，还是时尚文化也好，然后有很多就是值得他们了解的地方。总结性的感想就到这里为止，那大家有什么想要留言告诉我的呢，也欢迎就是留言弹幕。
那么就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这期的视频吧，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类似这样子的视频可以展示给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